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来说一个国内的期货品种豆粕，这也是之前社群的朋友当时也是提到了，但是由于之前机会一直没有到，所以我们直到现在我们才把这个品种拿出来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一下。因为从目前走势来看，它其实是已经临近了中期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而且幅度不会小。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波浪来分解当前的一个整体走势结构。首先从这张图当中的1484到4495开始，上涨的第一笔，回撤的一个震荡区间，可以看到中间走完了一个三波的 ABC 之后再次向上冲到4495。那么整体走势我们看到第一笔里面有三波形态，调整里面也是一个三波形态，二次上涨依然是个三波形态。那么这里整体它的上涨，它的走势其实就是一个双重三浪 WXY。 等这个走势结束之后，那必然从4495向下就要针对这一整波展开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先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它的调整的一个大致的位置。那么目前来看，这一次调整是已经回落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也就是382，它的点位是在2630附近。那这次第一波的调整有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具体分析它的一个次级别的内部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可以看到从4495起始的第一笔也是一个三波形态，然后之后呢反弹走出了一个比较强的一波流走势。那从这个2次反弹的高点4466开始向下，我们可以看到再次走完了一个三波的形态，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走势WXY。 那么可以认为4495开始的下跌到这个低点2549应该是已经结束了。除了内部结构完整以外，它的回撤幅度也是到了黄金分割 0.618 的位置，这刚才在月线图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因此从2549开始向上，它是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中期反弹周期。那么目前来看2549到这个高点3168，它其实第一笔向上的走势它应该是已经结束了，这是向上的第一笔走势。当前的回落其实就是对于针对这第一笔走势上涨走势展开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行情。那下来其实我们就是等待这个二次探底结束之后如何抓住第二次的中期向上波段走势，这个时间点应该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快要到来了。那关于这个下方的具体的支撑，我们还是要通过更小周期的划分来找到潜在的做多进场区域。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日线图。刚才所说了，上涨的第一笔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要通过黄金分割拉取这个第一波整体走势的它的一个幅度。那下方我们就能找到大致的一个支撑带在哪里，黄金分割 0.618 或者是 0.764 这个区域，那就是它的一个潜在的进场区域，位于2785到2695这个区域。防守呢，其实我们只要让开低点2695这个支撑就可以，比如让到2650就可以。那后期整体向上呢，首先我们会关注到之前的反弹高点在3170附近，因为只有3170被突破之后才能打开整体的一个上涨空间。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是以等待这一次的二次探底走势的一个完成。等它完成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新的中线波段做多机会就基本上要出现了。当然向上的整体反弹走势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需要时间才能完成，可能2-3个月才能走到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目标位。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压力目标在3170，下来我们拉取它整波的一个黄金分割，我们看一看除了这个3170，剩下的压力目标在哪里。3170如果一旦突破的话，那下一个位置就是黄金分割0.382的位置，或者说是黄金分割这个0.5的位置。这两个位置分别是位于3280和3500，但是首要一个目标短期先要突破3170，才能打开上方的这样一个空间。近期我们就耐心等待这个二次探底的一个结束。如果在日线当中它出现了底分型或者实心的一个底部结构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参与的时机。当然这个区域
进场的话，是属于建仓的底仓，一般来说仓位不要太重，只有等底部形态完全构筑完成之后啊，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加仓的一个时候。所以此处是值得我们考虑去博弈第二次上涨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位置以及机会。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留言，包含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金银油这些。当然，国内 A 股的暂时我们不涉及到啊。今天上午关于豆粕整体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